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李艳同学的一个体会，他是去年12月9号的啊。修心的部分是捡垃圾呀、尽己心。是遛狗的时候呢，把纸袋子捡起来，放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日行一善，我能为你做点啥？今天是私教的生日哈，第一次给他写了感恩词。早上带着爱把他的牙刷杯啊都擦干净了。修辞简谦，一日反省，是不减要静心。修这个怨和躁呢，树立的时候啊，不那么安静。早晨看见狗的脚趾啊，又有2个破口，心疼又心烦。说这么娇气，养着真累呀。然后呢，讲了他分享了学习第289课万家灯火万家园的这个体会。说特别喜欢这课李老师对烦恼及菩提的解释，把我们生命的这个使命啊明心见性形象的比喻成爸爸扔玩具让孩子找到他，而孩子呢，你找到玩具就迷恋的玩具上了，而忘了找爸爸。说烦恼即菩提哈，你看说爸爸藏起来了，孩子找不到，然后爸爸扔个玩具，意思呢通过扔玩具知道在哪儿扔的玩具，把爸爸找到。可是孩子拿到玩具之后呢，光玩玩具去了，找爸爸的事给忘了。那这个形象的比喻是烦恼即菩提哈。就生活中啊，就是我们的情绪烦恼都是本性啊，想让我们找到它而变出来的发出来的。那情绪烦恼也是本性表现出来的，所以烦恼即菩提。菩提就在烦恼之中。说当我们没有觉知的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就会越吵越大声。现在想想，2个人离得那么近，为什么要这么喊呢？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在喊我们回头啊。真是的，现在有觉知了，情绪就小多了，也不吵架了也不吵架了。所以有了觉知心呢，也就有了平常心哈。就是攀比心少了，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本性，其他都是工具。打着工具，凡有所向皆是虚妄，你就这样一种心，你一切你便都想开了。所以我们其实生命当中是我们各种烦恼也好，各种事情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唤醒我们那个本性，要找到它而已。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所谓要清场，也是这样，也是为了什么呢？要找到那个本性。大家注意听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清场的我的这样一种体会哈。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每次说我们一站桩或者一打坐的时候，满脑子各种想法就来了，就各种事儿就是杂念此起彼伏。包括平常你工作的时候，你要想干一件事，可是老是有各种念头来干扰你自己。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很多问题今天我就用清场这个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这样一个事儿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对待它。大家想一想，清场是啥意思比方说哪儿北京或者上海什么地方要开什么重要的大会了，要开重要大会的时候这个会场就要清场和清理，无关的人员都得离场。那大任务要来了，是道路都要管制，这一片区域那个国家总统要来了，那片区域就好像要清理道路管制，那个路线要畅通等等。网络包括现在网络诊断，也是在清场，清除这个场中的不良的信息，要净化这个网络的空间。那这些清场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创造安全的、安静的、有序的环境。要很安全呢，要很安静这个特别的会议，特别重要的人物当然了，要保证它绝对的安全，要保证这个会议绝对的顺畅、安全、安静、有序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大家就想一想外面搞活动，为了迎接所谓大人物重要的事情要清场。那我们生命之中呢，就我们的内心也需要什么呢？定期的要清场。为什么？也可以说我们前面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内容，就是你认为是你自己，其实可能是头脑中的那个租客，大家可能还记得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或者我们的脑海里面、头脑里面住着很多的所谓闲杂人等。我们为什么不能安静
因为我们往那一待的时候，心里这些闲杂人等啊，他就会出来干扰你。本来这个环境需要开会了，要很安静了，可是各种乱人都在这待着，那你就麻烦了。本来应该需要很安全的，好多东西不好的东西来让你不安全。你比方说杂音，身体里面住着很多杂音，它会发出很多杂音。杂音比方说什么呢？别人对你的评价呀，别人怎么说的呀，想到什么什么事儿啊，脑袋里总是各种各样的杂音，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个人在里面怎么样？这个杂音谁呀？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周围的人、电视上的什么什么话，都可以成为你脑海里的杂音。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当然也可以有杂物，你对物的那个贪恋，对名利的那个追逐，那还有杂人过去的恩怨、未来的担忧，这个人那个人，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分不清楚他了，他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的这个闲杂人等。这个闲杂人等就像什么呢？没有邀请他来，就未经邀请的那个访客，就在你的心里面喧哗吵闹。你一站桩一静坐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吵闹。那么为什么要清场呢？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站桩也好，静坐也好，所谓修炼也好，其实是在迎接一个大人物，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为了迎接这个重要的人物，你就必须想着呢要清场，把那些闲杂人等清理掉，就这个意思。那这个重要人物是谁呢？内在那个本性。你无论学儒释道各家，不都是这样？要明心见这个性，一辈子修炼就是为了这个。要成圣，一辈子修炼就是为了要明了这个东西，那个良知。他是不是个大人物啊？那太是大人物了，那太是应该重视的。一辈子你修炼就为了这个，那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吗？大概想是不是这样？那你会讲哟，我要见到这个大人物，明心见这个性，见到这个大人物，我在什么环境下见他呀？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乱七八糟的环境我不是这样，你要什么？你要去清场，不能让他在混乱中。当然在混乱中也可以见，我要清场，我讲的这个意思啊。清除掉什么呢？清除掉那个安全隐患。所谓的清场、戒严也好，什么样，它都是为了清除安全隐患，消除那个隐患。那对人而言，最大的那个患是什么呢？当一般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死亡了，是吧？但对英雄来说，可以视死如归。可见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往往就讲说你死后下地狱。那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心死，是活在地狱般的那种心境里，最可怕。你下地狱了，那什么会让人下地狱呢？你看《地藏经》里就说得很清楚，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就是财色名食睡就可以带着人怎么样下地狱。那再仔细的把它分仔细一点，财色名食可以包含的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等等这些东西，就这些所谓的毒素，这些链条就可以把人带到地狱里去。所以你消除这个隐患，不去下地狱怎么办？那你就要消除这个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大概像是不是这样？你从这个意义上就什么让你下地狱呢？财色名食睡，落实具体来说就是贪嗔痴这些东西，容易把你引到地狱里去。那这些东西你生活每天有没有啊？有啊，贪也好，嗔也好，痴也好，怨也好，都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它在为谁服务呢？它为我们的肉身服务。你看这个东西，哎呀，本来已经吃饱了，还想再多吃一点。谁想多吃？你身体你这个肉，你要服务这个肉身呢。我肉身走到哪儿之后，要显得比别人强，
那个傲慢起来了。服务谁？服务这个肉身呢？说老子早看透了，说我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即吾无身，吾何患哉？我有何患？我有大患，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我一切都要为我这个身体服务。那如果说我这个身体都看淡都没有了的话，那我还有什么样的大患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说所有的烦恼啊，都源于对这个身体的过度的执着。那么现在就要讲一讲了，站桩时候的清场清单，哪些东西需要清掉？如果你明了这一点，你往这一站，清场就很清晰了。那清理什么呢？要清理到所谓的闲杂人等。清场外面的闲杂人等不安全因素，你比方说各种感觉，你往那一站，呀，疼了、痒了、麻了、胀了、舒服不舒服呀？怎么各种感觉不要执着它，不要说哟这个麻了，这个都，你停到感觉上之后，你麻烦了，被感觉锁住了，感觉清理掉，完了，一旦不去执着，你知道有那个感觉，但是不要着在那感觉上。哎，情绪，各种情绪，各种欲望、贪嗔痴，哟，这些都清理掉。各种念头，一有念头清理掉，你往那一站都没有了。就好像是这儿清了场之后，你还得设立什么呢？安全机制，安检啊，清完场之后别人再进，你不能进了。这安检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一个感官的安检，有眼，但别乱看；有耳，别乱听，就所谓那个戒感官的安检，还有思维的安检。念头一来，不接不放，不能放进去，你在外面走吧。情绪的安检，情绪一起来，觉察，不要陷进去，就始终有一个安检系统。慎独啊，有个安检的系统在哪儿？有个安检系统，这个安检系统在这儿，就把那些闲杂人的要来了、要出了、要进了都没有。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那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比方说我在这里的实践过程中，就会有这样一种状况：你往那一站，闭着眼睛，一清场，周围的房屋，就外面所有的一切，好像你眼睛一闭上，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清场没了，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那个东西还在那，但它不在我心里，在我心里已经清理掉了。这个房屋啊，这个周围的高楼啊，那边在远处的山，啥都没有了，是清理的外物的清场消失了。再比方说，你往那一站的时候，头脑中各种声音，你会觉得像海浪退潮，散去了，声音散去了，就好像声音音量降低了，直到最后静音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清场，就好像你在一站，周围好比方说邻居周围有人说话，你知道他在说话，知道有那个声音，可那个声音好像很远很远。因为什么？就在你和那个声音之间，好像有一个无限大的场把它隔开了一样。就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好，还有什么呢？就外物没有了，声音没有了，还有什么？你的身体，刚才老子说无谁有患，为吾有身嘛。你往那一站，身体好像也空了，就自身那个存在感变得什么轻盈没有了。
身体也淡化掉了。就和你会觉得另外一个什么，那个头脑念头清净了，就和念头它不出来了。头脑平常很多念头，你突然之间觉得头脑一下干净了，一下干净了。你看外物消失了，物消失了，声音退去了，身体的感觉淡化了，念头头脑纯净了。最后剩下的什么呢？就是一片广阔的空间，就是一片空间。那就那个空间不是什么都没有那种空虚，而是宇宙的好像那个背景一样。就剩下什么？你纯净的那个觉知本身，剩下它了。大人物你请出来了，至少你给他这个空间了，给他这个条件，他可以往外出来了。其实不是他出来啊，你周围的东西清除掉了之后，它自然就展现了出来。所以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做清场的工作。那我们不是那个最上根，一听就直达上乘的那种状态，那就怎么样？哎呀，所谓这个渐修吧，那你就要去清场。清场它不单纯是在锻炼的时候往那一站要清场，在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应该是清场的。因为什么呢？清场就是让你什么保持安静，保持安全的。那你生活当中不也应该是这样吗？你每天到哪儿去？哎呀，脑子里带着很多人，带着各种闲杂人等，你说你累不累？又累，又不干净。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一边走路一边想着张三，想着李四，想着什么？这个是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在里面。你说你满脑子，你的头脑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前面分享过这个内容，就你的头脑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成了各种情绪、各种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些东西在那里跑马场，是吧？你的头脑成了别人寄居的地方，你得不能，我得清场，平常也要去清场，自净其意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吧？你要自净其意，不就是要清场吗？所以我就借助生活中的这些词儿跟大家聊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更深刻的这种认知。那如果说你完成了清场之后，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大家想一想，你走到哪儿，你都是安静的，都是祥和的，你就是这样一团能量场，是什么呢？磁场。大家说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你不用向外去求什么，求好的风水，你自己就是好的风水，你就是个磁场啊。你是干净的，你是稳定的，你是祥和的，所以你走到哪儿，就是一个美好的、纯净的一个心理空间，一个场。所以你到哪儿之后，那个地方很混乱的地方，因为你的到来，可能它就变得安定了，变得清净。大家注意啊，这个可不是玄学啊，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不是它就不存在，就是神奇的什么事儿，其实不是很实在的。因为你的平静，你安静的那个磁场，它就会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就帮助你家人的情绪稳定，也有利于你和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甚至有很多很难的事儿，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什么呀？你清空了自己，你就容纳了别人。你这里越空，你容纳的东西就越多。你针对你安静了自己的心，你就能够听到更多，那个深度倾听嘛。你容纳的更多，理解的更多，倾听的更多，那么你解决问题也就更容易了。为什么好多事儿你解决不了啊？很多困难，因为你
心胸太狭小，容不下别人。因为什么？你不安静，你理解不了别人，你容纳不了，理解不了，所以很多问题就出现了。说真的你容纳的更多了，你听到的更多了，理解的更多了，那么很多问题对你来说它就不是问题了。你这小了，他那块就是问题；你这大了，他进来之后就不是问题了。你理解了，你沟通成一个了，就不是你的问题，是个整体的事儿，要去能量变化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以后不单都是今天站桩，以后打坐也好，站桩也好，生活中也好，也都是这样。一锻炼，你就下达一个清场的通知，甚至不是你锻炼的时候，你早上一起来就是这样，对心里的所有的所谓闲杂人等说各位，我现在要见重要的客人了，请暂时离场。当然最好是永远的都离场，那不可能离场。不该你来的时候，你别在这待着。每天生活也是这样，一中午一起来呀，今天所有的怨恨恼怒烦清场，你一清了，一觉知，你顿时会觉得头脑一下清醒了，一下干净。大家可以试一试清场，那些没必要的退去，下达清场通知。那第二步叫设立什么呢？安检的通道。什么意思啊？你得安检啊。每个念头，你情绪你想进场，你得先问，你是来服务的还是来捣乱的？因为有的念头，有的时候你需要有那这是他是进来服务的，可以那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你知道你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念头，是吧？你是来服务的，你还是来捣乱的？需不需要你出来？是我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随便乱进来的？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你设立这个安检的管道。那第三步要享受贵宾待遇。当地你清场了之后，场地清净了，你的本性自然就展现了。他会给你那个最深的那个安宁，最高的智慧。那个场清净了，那本性自然就展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高级的那个安静，你不是变得安静，而是清除空间，让安静自然的呈现出来。你不需要创造那个宁静，你只需要什么呢？移除那个噪音。你说这个房间里面，你放了一个收音机，呱呱呱呱呱，你说安静安静，永远不能安静。你把收音机关掉，把收音机清除走了，它自然就安静了。安静本来就在那儿，本来就是安静。是吧？当你学会给自己的人生生命清场，最重要的那位客人，就你的本真那个自我，才会优雅的入座，和你促膝长谈。我这是这么说真的是这样。他本来他在这儿，你别的把他的位置占了，你呱呱呱乱叫，呱呱呱乱吵，呱呱乱响，你把他的位置占有了，所以这些东西没有了之后，那个本自然就展现了出来。也可以说你过去那个乱叫乱喊各种东西也是它的展现，你把它清除掉了那个本来的那种状态就出来了。平常你说这个动这个其实也是它呀，你日用而不觉，你失去那种状态，迷到那个各种东西上去，迷到那个闲杂人等上去了，闲杂人等清除掉了本来的那个清净展现了出来。好吧，我们今天讲就讲这些，现在我们来一起来锻炼好，放松。
就你往那一站，清场，你心里面自尽其意，一下哇，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们过去讲那个心呀，一下万象更新，就我穿的新衣服，我是个新一新就把那个旧的，把那些东西清理掉了。这种心法你一用一定会有感觉。脚分开，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往这一站，头顶虚悬，全身放松到虚空之中，周围的一切好像一下子清场了，一切都消失了一样，一片虚空。各种声音一下子退去了，身体似乎也空空荡荡，你有各种感觉，但是不要执着于它，就好像身体也空了，感觉也消散了。你现在所能够做的，就是恭恭敬敬的等待，努力保持清场的这种状态。静等所谓那个大人物的显现。
恭恭敬敬，傻站静等。
静，就随时觉知，就好像随时安静。始终保持安静、干净。
静，百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将爱向外奉献，那个大发慈悲的感觉，向上拉起整个虚空，只有那个纯粹的爱，与气平向上，肩平享受享受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中，慢慢下落，经面胸
腹，腹归阴。两手扶为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是命门点手向前，点肚脐，两手分开，注意收下颌，头后仰，下颌上翘，向前，向下，向内，放松，全身都松，好像没有肌肉一样。沿胸向上，没有肌肉的劲儿，向上，好后仰，下颌上翘，向前，向下，向内，安静。沿胸向上，没有肌肉的劲儿，向上爬，好后仰，下颌上翘，向前，
向下，向内，向上，向上爬，好呀，向空手就向前，向下，向内，向上，头中正，安静，安静，两臂阴掌侧起，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空间，是安静。成一字，安静，所向，看向松，安静，上下。
看向松，下向。开向松，缓肩下向。肩开向松，缓肩下向。肩开向松，两臂慢慢下落，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清场，不单纯是在站桩的时候，就平常生活当中，也要经常的要清理自己的头脑，要清自己生命这个场。所谓自净其意，
好了，今天我们就锻炼到这儿，谢谢大家。